我常常怀疑自己。当机会出现在眼前时，第一个念头不是尝试，而是犹豫。我真的做得到吗？是不是别人更适合？如果失败了怎么办？这些问题一个接着一个，在脑海里不停出现。于是很多事情还没开始，就已经结束。因为怀疑会让脚步变慢，你会退一步观望，会等待更确定的讯号，会希望先看到结果再行动。但后来我慢慢发现，世界其实很少先给出证明，更多时候，它是在回应你的信念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效能感。当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某件事情时，他的行动会变得更积极。他会更愿意尝试，更愿意学习，也更容易在困难时坚持。而这些行动往往就会带来更好的结果。神经科学研究也发现，当人对自己抱持信任时，大脑会释放多巴胺。这种化学物质会增加动力与专注，于是你会更投入，更有耐心，也更容易抓住机会。很多时候，外界看到的成功，其实只是信念累积的结果。吸引力法则也常说，世界会回应你内在的频率。如果你始终怀疑自己，行动就会充满犹豫，而犹豫会让机会悄悄溜走。但当你开始相信自己的可能，能量就会改变。你会更愿意站出来，更愿意走向那些新的方向。于是很多事情会开始发生。你会遇见新的机会，会遇见支持你的人，会发现原本看起来遥远的事情，其实并没有那么不可能。很多人会把这些称为运气，但其实那是行动与信念的回声。我后来慢慢理解一件事情，相信自己并不是一种盲目的自信，而是一种愿意给自己机会的态度。你不需要确定每一步都完美，只需要愿意走出第一步。当你跨出那一步，新的经验就会出现，新的能力会被建立，新的视野会被打开。然后你会慢慢发现，原本觉得困难的事情，其实可以被学会。原本觉得遥远的目标，其实可以一步一步靠近。那一刻，世界好像在替你证明你其实可以做到，证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，证明你的可能比想象更大。但如果回头看，你会发现一件很温柔的事情。世界之所以开始证明，是因为你先选择相信。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站在某个不确定的起点，不要等到完全有把握才前进，先相信一点点，相信自己的努力，相信自己的学习能力，相信未来仍然有很多可能。当你开始这样看待自己，脚步就会变得稳定。而在那些稳定的步伐里，世界会慢慢给出回应。一次机会，一次突破，一次又一次的小小证明。直到有一天，你回头看这段旅程时，会突然明白，原来你越相信自己，世界就越愿意替你证明。我总以为爱是从外界开始的，被别人欣赏，被别人理解，被别人珍惜。好像只要遇见对的人，只要进入对的环境，生活就会变得温柔。于是我习惯向外寻找认同，寻找肯定，寻找那些能让自己感到被需要的地方。但那样的寻找其实很疲惫，因为当一个人的价值完全依赖外界，内心就会变得不稳定。别人的一句话可能让你整天快乐，别人的一个眼神也可能让你开始怀疑自己。那时候我才慢慢理解一件事情，世界其实很敏感，它会回应你如何对待自己。
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价值感。当一个人能够接纳自己，看见自己的优点，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内心就会出现一种稳定的力量。那是一种不需要不断证明的自信。你不再急着讨好每一个人，也不再因为一点批评就动摇，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别人的评价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当人对自己产生肯定时，大脑会释放多巴胺与血清素。这些化学物质会让情绪变得稳定，也会让人更容易建立健康的关系。因为当你爱自己，你就不会那么害怕失去。你不需要用过度付出来换取关系，也不需要压抑自己来维持和谐。你只是自然的存在，而这样的存在其实非常有吸引力。吸引力法则常常提到一件事情：世界会回应你内在的频率。如果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生活里就会出现让你怀疑自己的情境。但当你开始珍惜自己，能量就会慢慢改变。你的语气会变得温柔，你的眼神会变得自信，你的存在会让人感到舒服。于是一些事情开始发生，你会遇见更尊重你的人，会走进更适合你的环境，会看见更多与你共振的机会。很多人会说那是幸运，但其实那只是世界在回应你的状态。我后来慢慢学会一件事情，每天给自己一点理解，理解那些努力的时刻，理解那些不完美的地方，理解那些还在学习的自己。当你用这样的眼光看待自己，内心会慢慢变得柔软，而那份柔软会让你与世界的关系改变。你不再只是等待爱，你会开始创造爱。在对自己的温柔里，在对生活的信任里，在每一次愿意接纳自己的瞬间。然后在某一天，你会忽然发现一件事情，生活里的很多美好好像开始变得自然。理解出现了，支持出现了，温暖的人也出现了。那时候你会明白，原来世界并没有突然改变，只是当你越来越爱自己，整个世界也开始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你。我对世界其实没有那么信任，不是因为发生过什么巨大的失望，而是生活里那些细小的挫折。某些努力没有结果，某些期待落空，某些关系没有走到想象中的方向。慢慢的，心里开始出现一种防备，好像如果不先保护自己，世界就可能带来伤害。于是我学会小心，不要期待太多，不要相信太快，不要让自己太投入。表面上看起来很理性，甚至有点成熟，但那样的生活其实少了一点东西，少了一种流动。因为当一个人开始防备世界，世界也会变得遥远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信任循环。人与世界的关系往往会形成一种互相回应的模式。当你带着怀疑与防备，你看见的世界也会变得冷漠。但当你愿意带着一点信任走向生活，很多事情会开始不同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当人感受到信任时，大脑会释放催产素。这种化学物质会增加连结感，也会让人更愿意合作与支持彼此。于是关系会变得更柔软，互动会变得更真诚。吸引力法则也常常提到一个温柔的观点：当你相信世界不是与你对抗，而是与你合作，整个人生的节奏就会改变。你不再只是防御，而是开始参与。你愿意给别人机会，愿意相信生活的可能。而这样的态度会慢慢打开很多门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
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。有人愿意帮助你，有人愿意理解你，一些看似偶然的机会也会出现。很多人会把这些称为幸运，但其实那是一种回应，回应你对世界的信任。我后来慢慢学会一件事情，不是盲目的相信一切都完美，而是在经历不确定时，仍然保留一点信任。相信生活正在带你走向某个地方，相信每一段经历都有意义，相信世界并不是只充满阻碍。当你用这样的眼光看待生活，心里会变得比较宽广。你不再那么急着控制每一件事情，也不再那么害怕未知。你只是一步一步往前走，而在这样的步伐里，很多事情会慢慢发生。新的机会出现，新的关系形成，新的道路被看见。那时候你会突然理解一件事情：世界从来没有在等待完美的人，它只是等待一个愿意信任的人。当你愿意相信生活，相信自己的旅程，世界也会开始回应。它会用各种方式，把刚刚好的机会、刚刚好的相遇、刚刚好的方向，慢慢的带到你面前。那一刻你会明白，你对世界的信任其实一直都在被看见，而世界也正用它自己的方式，悄悄地成全你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其实不太确定善意是否真的有意义，因为生活里有时候会看到另一种画面，有人努力付出却没有被理解，有人真诚对待却没有被珍惜。于是内心会忍不住怀疑，如果世界并不公平，那么善良是不是太天真？这样的想法其实很自然。当我们看见不对等的结果时，很容易开始保护自己，把善意收起来一点，把信任放慢一点，把真心藏得更深一点，好像只有这样才不会再受伤。但后来我慢慢发现一件事情，善意其实不是一种交易，它不是为了立刻得到回报，也不是为了换取掌声，它更像是一种能量。当你把善意带进世界，那份能量就会在某个地方留下痕迹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情绪传递，人的情绪会在互动之中流动。当一个人表现出温暖与理解，周围的人很容易被影响。那份善意会像涟漪一样，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当人接收到善意时，大脑会释放催产素。这种化学物质会增加信任感，也会让人更愿意对他人友善。于是善意就开始扩散。有时候你不会立刻看见结果，你对某个人的帮助，可能在很多天之后才被想起。你给出的理解，可能在某个低落的时刻成为别人的力量。吸引力法则也常提到一个温柔的循环，你送出的能量，终究会回到你身边，只是它不一定从同一个地方回来。你帮助过的人，也许没有机会回报，但在未来某一天，另一个人会在你需要时伸出手。你曾经给出的理解，也许没有被立即回应，但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，世界会用另一种方式回应你。我后来慢慢学会一件事情，不要急着计算善意的回报，只要记得，那是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当一个人愿意带着善意生活，内心会变得柔软，那份柔软会吸引更多温暖的关系。你会遇见愿意理解你的人，会走进让人感到安心的环境。很多事情看起来像巧合，但其实那只是善意在世界里绕了一圈，然后找到回到你身边的路。
所以如果有时候你觉得自己的善良好像没有被看见，请不要急着失望。有些种子需要时间发芽，那些你曾经给出去的温暖，那些你曾经愿意相信的善意，它们都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在某个地方生长，直到某一天，在一个你没有预料的时刻，那份温暖会重新出现。也许是一个突然的帮助，也许是一段真诚的关系，也许是一个让人感到被理解的瞬间。那时候你会明白，原来所有给出去的善意从来没有浪费，它只是用一种更美的方式绕了一段路，最后带着惊喜回到你的生命里。我总觉得人生里有太多事情同时发生，很多方向看起来都值得尝试，很多可能也都让人好奇。于是我开始把注意力分散在很多地方，一点点时间放在这里，一点点努力放在那里，好像每一条路都走了一点。但奇怪的是，越是这样忙碌，心里反而越觉得没有前进。事情一直在进行，却很少真正发生突破。那时候我才慢慢明白一件事情，不是努力不够，而是专注不够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注意力放大效应。人的注意力其实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。当你持续把注意力放在某件事情上，大脑会开始建立相关的神经连结，那些资讯会变得更清晰，那些能力也会慢慢被强化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专注会促进神经可塑性，也就是说，当你长时间投入某个方向，大脑会逐渐重组自己，让那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容易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特别擅长某件事情，不是因为天生不同，而是因为长时间的专注。吸引力法则也常常提到一个简单的原则：你专注的地方，能量就会流向那里。如果你的注意力总是停留在问题上，问题就会被放大；如果你的注意力持续停留在目标上，机会就会被看见。这不是神秘的力量，而是因为当你专注时，你的行动、思考与选择都会朝同一个方向前进，于是世界也会开始回应。你会看见新的方法，会遇见相关的人，会抓住那些原本容易忽略的机会。我后来慢慢学会一件事情，与其试着同时抓住很多方向，不如先选择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，然后把注意力放在那里。每天一点点，每天一点点。一开始看起来没有太大变化，但时间久了，那条路就会开始出现深度。就像阳光一样，如果光线散开，只是一片温暖，但当光线集中，就能点燃火焰。人生的专注也是如此。当你的注意力不再分散，力量就会慢慢累积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原本看起来遥远的事情开始变得具体。那些想法变成行动，那些行动变成成果。很多人会说那是幸运，但其实那只是专注的回声。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感到生活有些混乱，试着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：此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当你找到答案，就把注意力留在那里。不需要完美，也不需要急着看到结果，只需要持续。因为你给出去的每一份专注，都会在时间里慢慢累积，然后在某一天，那些专注过的时刻会一起放大，变成你看得见的现实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
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